Hello，大家好，今天是6月27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了。美股继续保持下跌，周四盘前上涨果然只是又多，开盘就见到了最高点。特斯拉在重要支撑位附近出现止跌信号，那么这里抄底买入靠谱吗？call位没能够止跌上涨反包，那么买点没有出现就继续等待。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板。那么首先我们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342期的视频。那么阿哲还是会通过以下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周复盘观点。那么第一部分还是最为关键的指数的环境。在本周周四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很特殊的阴线，叫关头阴线。那么这种阴线代表什么含义？曾经在这里出现过，而后市场出现了一个上涨。那么这里是否又会出现进一波的行情呢？我们可以关注一下这根关头阴线，同时日线的趋势和15分钟变盘时间依旧我们要继续去讲解。而后对于指数有所认识之后，我们再来到个股的分析。个股上呢，我们会看到特斯拉、英伟达、比特币、以太坊、科威、谷歌、微软、MSTR、Circle、礼来、AMD、英特尔、APP、SOXL、Meta、RKB、台积电、PLTR、美光、亚马逊、AOI、LITE、MBIS 等以上的个股。希望本期视频依旧能够帮助到您。如果您是新同学，首次来到阿哲频道观看视频，那么有一点点温馨提醒需要提前告知。您会看到我们视频当中的目录内容会包含的比较多，所以视频的时长一般呢会偏长一些。当然呢，也不是说所有个股可能您都感兴趣，所以阿哲也把每一期的内容都画好了一个时间轴啊，您跳转对应的内容啊，去优先观看最想要观看的那一部分，那么也是可以的。希望这个设置能够解决您部分观看的烦恼。当然第一部分希望大家能够完整观看，不要错过，因为第一部分是最为关键的，每位同学都应该知道的指数目前的一个环境的解析。我们先来看到今天的第一部分，叫做关头阴线。关头阴线呢，它其实是一种买入信号，而不作为主要的买进信号。只是在出现买入点的时候，它可能代表一种市场可能是一个洗盘或砸盘的一个迹象，从而去出现一个买点。所以一般看到关头阴的时候，我们首选的操作应该是减仓。那当然了，这个地方的关头阴线肯定不是一个卖点，为什么？因为它已经不是高位，也不是处于一个上涨当中。我们的卖点早就在曾经这个地方的多根阴线的时候提醒过啊，不管是复线还是倾盆大雨、乌云盖顶等等的，在这些位置其实都出现过，而市场才展开了跳空下跌，以及在本周是产生的关头阴线。所以这个关头阴线，我们更多要关注的是市场会不会因此而止跌，出现像曾经低位的一个上涨。那么何谓关头阴线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开盘价和最高价是同一个价格。比如说在周四的时候，它的开盘和最高都是25724.78开盘就是最高价。那么这种 K 线最后收跌，它其实就叫做关头阴线。这种 K 线它其实产生的一个频率是不高的。我们会看到目前的图板，阿哲是标出了关头阴线其实就4个，就头顶上标记了一个10日箭头的就是一个关头阴线了。你会发现从上一年25年的8月到现在，那么多个交易日，那么多根 K 线，它其实又出现了4次关头阴线。而这种关头阴线产生时如果你手中是有利润的，并且股市是处于上涨的，正常来讲我们是要去做减仓的。比如说当时这一波上涨，你手中有利润而后在这个地方出现关头阴线，我们一般要做减仓。那么减仓后我们会去关注关头阴线的高点因为一个市场开盘之后，它的最高和开盘价是同一个价格，说明它开盘就是一路的下跌。所以这种开盘的地方呢，一般说明是某个特殊的价格，而后市场共识下产生的比较大的一个卖盘。所以往往这种最高价它会产生一个比较持久的压力。所以正常来讲，一个关头阴线如果产生后是出现明显的下跌行情，那么它的最高价格这个关头阴的高点，它不应该被短期的突破。能够出现短期快速突破关头阴线高点的行情，一般来讲那个关头阴线它就是一个短期洗盘或者说砸盘而已。所以当出现关头阴时，我们可以做获利兑现但是如果关头阴的高点快速被突破时，不管是个股还是指数，我们都要去注意了，它有可能还意味着市场还有一个上涨的空间。而还有一种特殊现象，就是市场经过一波下跌之后再产生关头阴线比如说曾经8月份的这个长下影线关头阴，它是一波跳水之后产生，已经调整了1周了，在牛市当中。好，那么这一个 K 线后的高点
被快速的并且是大阳线的突破，你就会知道这种下跌后末尾产生的关头阴线只要被快速突破，它其实是一种止跌的一个信号。而又包括在今年的这2次关头阴也是如此啊，曾经呢在这里是短线加速出现关头阴线，所以这里呢去减仓去获利兑现其实 OK 的。而后高点设置压力线，如果短期一般来讲是2天之内能够突破基本上我们可以继续的看空间打开。而如果这种关头阴线真的是上涨中的大风险，那正常它是无法去突破这个高点的，或者说它无法去有效突破，很容易呢在这里就形成一个强压力区。所以当下它不能算是一个特别的高位因为如果还处于牛市的话，它这里一波中期调整其实时间是够的，所以这里会不会是低位呢？我们要看一下关头阴线的表现了。如果这个地方真的是最后一跌真的是个砸盘，1-2天大概率它就会重新站上，也就是说下周一、下周二它就可能会收一根比较明显的阳线突破。一旦出现那样的动作，那其实这个关头阴就告诉我们，从高点下跌以来到这个地方到左低的地方出现的这一个关头阴线，它其实就是一个砸盘末期的一种特征，突破就是作为买点。反之，如果这个高点不能突破，那么将意味着趋势还有下行空间。那么这里我们就来到今天的第2部分，叫日线的趋势观察。为什么说趋势还有下行空间？其实我们在比较早之前至少这一周的周一我们公开课的时候就讲过，市场呢目前是处于一个反弹的预期，从趋势的观察可以看出。那如何去分析趋势呢？我们可以用到一个指标辅助叫做上海趋势模板当然如果您是新同学可能第一次听但是没有关系，如果您今天来到阿哲频道观看阿哲视频，同时也订阅了阿哲频道，那么其实这个上海趋势图您是可以直接去安装使用的，稍后阿哲也会告诉大家怎么去安装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用。市场如果出现趋势的上涨和下跌，那么阿哲会去看一下这个指标它是一个什么飘带的一个颜色如果是一个紫色飘带，说明它是一个上升趋势中短期的上升波段；如果是个黄色飘带，就说明它是一个中短期的下跌波段。至少从中短线的小波段来讲，你是要去开始防范风险的。当然这一个信号你如果是做中线以上中长线的，那就没有必要在日线去看你就可以调到周线去看大周期。好，所以这个不同的趋势周期跟你看的图表有所不一样。如果你说那我看日内，那是不是你也可以调到15分钟都是一样的。所以目前我们看的主要是中短波所以阿哲以日线为主。那么当前它是一个黄色飘带，那么我们要预防黄色飘带的持续和扩散，因为一个飘带的颜色它如果能够持续且扩散，那么它的行情一般是很难去预测它的高点和低点的，你是无法去辨别它是一个中期、短期还是长线的一个下跌。你要再次的小心它会不会再出现我们像年初的时候这种下跌的一个力度。市场出现了一个黄色飘带，而后每次的上涨都只是一个反弹，这是黄飘带的一个特征。那么只要黄飘带无法被突破，那么这种下跌趋势就大概率将会延续，直到飘带开始被强力的突破，甚至呢转为紫色飘带所以当下就是一个稳定的还没有出现有效突破飘带的上涨。那么这种飘带如果延续扩张，那么短期下跌将延续中短线下跌，那么严重点甚至会扩散到周线的调整。所以只要是一个黄色飘带，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把每次黄飘带下的上涨都定义为一个反弹。只是呢现在这里有一个关头阴线所以我们把这里可以定义为一个压力，而后往上再看到飘带这些地方的压力。如果市场上涨连这个关头阴线都无法突破，加上黄飘带它会逐渐的靠近，哪怕下周有所反弹也都是大的风险，也都只是高抛机会。当然呢如果你没有去买入，当然呢如果你提前卖出的这种地方的任何上涨都不能作为一个我们抄底的买点。所以当前对于一个日线的上涨是否能够出现，以及行情是否能够止跌，我们首先要看关头阴线的高点压力会不会出现。如果能够突破，那么后续则大概率是有机会能够站到飘带之上的如果飘带高点不破，在这里出现震荡，那么黄色飘带压力将会靠近，到时候和关头阴共振，那么这里将更容易出现继续的破底、继续下跌行为所以当前的趋势并不好。那么市场在任何的一个上涨反弹当中我们都要去注意了不能够直接看一个大的行情的启动因为这个地方已经开始走弱了。那么如果你手中的股票也是这种黄色飘带也是在飘带之下，那其实飘带呢
也算是一个压力的参考啊。所以我们看它飘在下沿，目前是25,934.78啊，允许在飘带下上涨，但是如果空方延续的话，一般是不会碰到飘带。任何反弹不碰飘带的一个上涨，那基本都预示着后续可能会有强势的下跌。那么以上就是光头阴线和日线趋势观察，我们要关注后续的压力位的一个反馈啊，这是第一和第二部分，希望对能够有所帮助。当然，如果您是我们的新同学，首次来到阿哲频道，那么希望大家呢在观看视频时也可以为视频点赞评论。当然，如果您觉得对您是有比较大的帮助，也可以呢在视频底下可以点击订阅按钮。在点击订阅之后啊，就会成为阿哲讲究频道的粉丝订阅观众啊，显示已订阅。当然，您也可以把这个铃铛全部点开。那么未来阿哲的每期视频只要更新，它这个全部的意思就是阿哲的频道有什么动态啊，您都会第一时间接到通知啊，这也是订阅频道之后的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同时，对于首次见面的同学，如果能够及时订阅阿哲频道，那么也很感谢您的支持。而对此呢，阿哲其实是有准备了一些粉丝的见面礼啊。您是新同学，那么只要订阅阿哲频道，就可以去找阿哲的助教老师去安装这个上海趋势图。这个上海趋势图在后续的个股解析当中，阿哲也会频繁的反复去用到啊。所以如果您手中个股阿哲没有去看到，或者说没有去解析到的啊，您也可以用这个指标去反复看一下，是否是一个趋势上涨的行情，以及是否会出现什么买点。而至于怎么去找到阿哲助教老师呢？啊，很简单，您在目前视频的右上角会看到一个弹窗小卡片，点击那个卡片啊，就可以找到阿哲助教了。然后您跟他说一下要安装这个指标，他会告诉你怎么去安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今天的第3部分，15分钟的变盘时间。在上期视频当中，我们讲过啊，市场容易出现某些关键的拐点，在一些特定的时间上。如果您是我们的老同学，应该知道有一个时间阿哲是经常会提到的，就是开盘的第一根15分钟 K 线，它出现的变盘的情况啊，其实说白了啊，8、9不离10。就每个行情的交易日，它第一根15分钟 K 线是变盘高低点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在美股行情这种高波动性、高流动性的盘口一开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啊，所以9点15分呢是阿哲经常会提到的变盘点。那么6月的25号和6月的26号，阿哲其实在美股开盘之前写的盘前广播中也是又提到了2次啊，这个变盘时间就开盘的第一根 K 线。你会发现6月25号是不是跟我们上期视频讲的一样啊？虽然盘前我们看得到它是比较大幅的上涨，但这种行情呢，一般开盘它其实很多时候会是一个高点。而6月26号呢，它是出现了一个大幅下跌啊，开盘第一根就是一个低点啊，所以这是美股流动性爆发的那一刻啊，市场容易见到一些高低点啊，所以9点15分就是关注点。当然，像我们其他的变盘点1点啊，它其实也是个小低点，是吧？然后11点15分，昨天也有一个回调的低点。那么2点15分呢是震荡时的一个高点啊，而后出现下跌。那目前呢，我们对变盘点的关注啊，市场依旧还是偏弱势的啊，因为它的低点变盘啊，往往只是反弹，是吧？低点变盘是反弹啊，低点变盘啊，往往是反弹，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突破趋势的一个变化。而它的高点变盘呢啊，很多时候是顺势会破左低的啊，所以目前来讲，其实还看不到特别明显的转强的一个变化。那么下周依旧可以关注啊，有没有哪个变盘点啊出现结构性的破坏？比如说15分钟，其实目前是有一个类似颈线位的一个动作，是吧？破了低点啊，又破高点啊，二次回踩啊。如果下周这么去走啊，破一下左高往上去进攻啊日线的光头阴线啊，那时候光头阴一破，那其实15分钟其实也容易出现转势。那么下周一的第一个变盘点啊，依旧关注开盘的第一根 K 线9点15分，到时候看一下那根 K 线它是处于上涨当中产生的变盘，还是下跌当中产生的变盘啊，我们就可以小心它是一个高点还是低点。而至于其他的变盘点，那么阿哲呢会在美股开盘之前写好之后发给我们的订阅同学啊，只要您是我们的订阅粉同学，除了刚才所讲到的盘前广播，除了刚才所讲到的上海趋势图的安装之外啊，像盘前广播也是每天啊您都可以看得到的。所以如果还没有订阅阿哲频道的同学啊，您可以看一下，如果还没订阅啊，可以点个订阅，订阅之后呢，就可以去右上角或者说在底下的评论区啊找到阿哲的助教，然后去领取我们订阅粉丝同学的4重见面礼啊。除了刚才所讲的上海趋势图以及盘前广播的这个解析之外，还有关于一些知识内容的分享啊，比如我们在香港时间周2到周5每周的早上10点和每周的下午的一个5点啊，这2个时间点基本上都有内部课程的一个教授
会讲到技术分析和美股期权。如果对于这些内容您也感兴趣除了安装指标和看到每天盘前之外，也可以去参与这些课程学习。像我们下周的主题还是会讲到趋势的一个解析如何能够去在实战当中更加及时的去识别趋势，以及用趋势去发现变盘，去交易趋势和用趋势来去共振，去提升自己的交易胜率都会在下周我们去进行讲解去拆分。如果您在目前交易过程当中还存在一些困难或者说疑虑，都可以在我们的课上去进行解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今天的个股环节第2和第3部分。第一次标的我们来看到特斯拉。特斯拉的一个走势当前就偏震荡它毕竟前期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下跌，而后出现了一个 50% 左右的反弹，这个反弹力度是够强的，所以它有机会呢是一个价格的反转的一个动作，但是它目前的回踩力度还在寻找这个支撑点。在上一视频我们是不是讲过如果它在这个区间它能够止跌，其实还可以不算特别的深幅，但这个区间如果破了，其实底下这里它还有可能去进行2次的深幅的回踩所以最好这里能够撑得住。那么它也算是在一个支撑位上出现了一个止跌的反包信号，是吧？连续的下跌，实体缩短，动能减弱，而后10日线后反包，这其实是在 K 线上可以定义为某个支撑点是有效的，所以它可以算是一个买点。但这个买点是属于顺势还是逆势呢？我们需要看到目前的上影趋势图。那么当前我们所看的就是上影趋势图的图表了。那你会发现呢，当前的特斯拉在日线的短波段其实它是一个黄色飘带然后黄色飘带的下行，它是不是跟指数走的有点类似价格下跌破了飘带由紫色转为黄色，而后反弹到飘带这里出现了压力，而后反复的滞涨，出现下跌破位，比指数呢还要跌得更强一点，因为它破了左低。从飘带来看，就是比较明显的黄色下跌趋势。当然，你从价格走势来看，也会发现它是一个低点在降低高点在降低的一个结构性下跌。这种情况下推动价格来到了左边低点支撑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大周期周线周线它还是一个黄色飘带，所以不管是周线还是日线，它的周期下都是一个黄飘带的下跌波段所以这种情况下，你的买入看涨，它其实还是以逆势为主。所以逆势的话呢，主要先看一个反弹上方的一个空间正常就是这个缺口，还有这个飘带下沿作为先行的一个目标，空间是不算很大的所以更多的偏向于短线的交易，短线的看涨。而我们之前说过，如果你想要做相对稳健的右侧交易，正常最好是等飘带转为紫色而后的回调买点，但那种买点不一定每次都会见到，所以它就要等待你会发现特斯拉走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行情之后，其实这种买点就当时这个区域出现过而后这个区域出现过，而后就没有了。所以好的买点呢需要等待如果你想要经常有买点，那么这种买点的质量呢肯定你就要相对的放低一点。所以这个地方它其实也是一个买点，因为它是支撑位此处产生止跌而后有个蓝 K 反包，所以这里它也算是一个买点，但就不是一个很高质量的买点，而后它是一个逆势看反弹的买点。蓝色 K 线呢产生的时候，如果您是我们的订阅粉丝同学您已经安装了上海趋势图的就注意了，蓝 K 一旦产生，它其实不管是顺势逆势都意味着市场容易有反弹，只是顺势当中的反弹它可能就是一个启动，而逆势中的反弹它可能就真的只是反弹。所以蓝色 K 线消失的时候，一般容易出现低点蓝 K 出现时容易有低点所以这种信号呢大家也可以去关注。如果你的股票趋势是上行的，而后有蓝色 K 线的一般呢会好很多。比如说稍后我们要讲到的一个个股礼来是吧，它就是那种类型，也是我们上期所多次提及到的一个股票。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压力首先看缺口压力缺口这个下沿它其实就是 392.87 这是缺口的下沿，然后这个飘带刚好也在这附近 394.463所以这个地方是作为反弹的话你要看到的第一个相对大的短线的压力。现在的个股我们来看到英伟达的图表目前就是连续阴线的调整最近它这个一根两根连续5根阴线，同时它是一个神奇九转的第5根所以它离神奇九转就只差9根 K 线。之前这个高点也是九转见到的目前这波调整会不会以九转结束呢？我们需要关注一下底下这个支撑和到时候这个九转是否能够共振。如果跌下来碰这个支撑，而后九转形成，那么这里有机会是共振的一个支撑下的反弹点
而当前呢是已经跌破了2个支撑了市场一波强势的上行创了左高，打破了3个压力位压力本来转为支撑，但是每次回踩这个支撑的时候，它却只是反弹而后就去破这个支撑点了所以当下我们要继续往下看了，看到前期的这个下方的支撑，同时这里其实还有一个缺口当前也在准备回补，所以当下周出现这个缺口回补时，我们也可以看一下下周形成任何的一个止跌状况在这附近产生时，它其实也算是一个左侧博弈的点。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下影趋势图，当前所看的就是英伟达的下影趋势图。在这个图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飘带其实是往下在运行的，但也是黄飘带，但它的趋势是比特斯拉要好一些的如果您是新同学，我们就还要再告诉大家就是飘带呢，它是一个短波段的一个指标，就是看短波段趋势的。但如果我们很多时候操作周期如果偏长的同学，你也要关注这个图表当中的白色线，这个白色线是一个中长线的一个支撑趋势的分辨，叫做龙门线。如果看日线，这个龙门线是向上的基本上它的趋势大概率我们就说它还是处于一个大的牛市当中的所以只要这个龙门线是向上的，那么它一旦回到龙门线附近包括之前这种行情在龙门线附近就属于一个大的牛市当中的相对的低位所以可以这么去定义。而这个飘带呢，它是一个中短线的指标中短线就跟这个大周期牛市没有太多关系，它可以变环，它可以变直但是只要龙门线是向上的，价格在这附近，可以定为一个牛市当中可能是一个低位，因为它是一个平均牛市的支撑区间所以目前英伟达是冲高之后回到这附近，那么它可以算是一个牛市当中的一个大的回调但是目前还是没有跌破这个支撑的。在这附近出现的蓝色 K 线也是可以去好好看的，所以蓝 K 呢最好叠加一些支撑点可以叠加这个飘带它算是一个短波段支撑看涨的地方那么我们也可以叠加到这个龙门线这里如果支撑有效，出现蓝 K 反包，我们也可以看一个牛市回调的一个结束。所以当前的英伟达趋势还是 OK 的整体是不错的，它的周线也是一个紫色飘带回调到这飘带附近所以空间没有问题，就差 K 线的配合。如果这里出现九转而后震荡我们可以看后续的启动。而当前龙门线它的数值是 192.004， 而上方飘带数值是 204.736。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个标的是比特币和以太坊。加密货币呢最近其实又出现了一个下跌这个下跌其实我们有算是短线有去考虑过是吧，就是你是否要做短线空单，我们之前是有提醒这个地方它是有一个短线空单的机会3根阴线如果对于做日内的甚至是有带一点杠杆的同学，其实这个不小利润了市场当前是一个再次的底背离短线的底背离因为阿哲是2天跟一个视频，2-3天跟一个视频所以很多时候我的策略呢偏短线中长线也不太适合是吧，讲这种策略。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会看到它再次的破了低点，就是比特币，然后底下呢是以太坊，它是没有破这个低点的所以这种叫底背离。底背离之后出现了不断的引线产生有引线产生说明它开始有资金的异动了如果在底背离之后一直是保持阴线下跌，那其实就无所谓了，我们就连续做空就行了。但现在呢有空方3根阴线之后出现了引线开始产生，而后有底背离那么这种动作下其实你的空单是要短线去止盈的。而后去看一下它这里是一个小反弹，就连分型的左高都不过就往下继续破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再大力的去看空这个加密货币市场目前的话就还是处于一个低点附近的背离状况这个时候要小心它会有一个反弹那个时候如果你做短线的话，你不及时止盈，那很容易会被扫止损所以要小心这个地方，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反弹的力度。反弹力度如果够强到时候我们再去做回调就行。反弹力度弱，往下破再去往后顺势看空目前的优势还是偏空方的因为整体它这个地方还是大概率只是一个反弹后往下准备破的一个动作。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第三部分的第一只标的，来看到扩欧位其实当前还是一个蓝色 K 线蓝 K 和黄 K 它是一个相反的信号。如果您装了上影趋势图，您看到这个蓝色 K 线时特别是有支撑附近的话，效果就会更好是吧，我们就会认为它更容易产生反弹行情、短线行情所以不管是当时这一个蓝 K 还是这一个蓝 K我们其实都有提醒过，但现在呢依旧要再做一个新的提醒，就是等待这个蓝 K 如果再反包
啊，又是一个龙门线附近，是不是又有一个啊我们说短线行情，就至少短线行情啊，所以当前的 call 位其实是走一个相对的收敛啊震荡啊，所以方向不太明确，但它又不做出反转向上，所以只能先看看短线。周线来说，它还是一个不错的紫色飘带，所以周线的趋势是有机会是顺势向上的啊，只是日线的买点，当前呢很多时候就是看了一个反弹就结束了。正常来讲啊，如果它是一个黄色飘带持续的话，它突破飘带的时候就是一个高风险区间了，就突破的第一根，突破的第二根，就突破2根之内啊，一旦有收阴线啊，一旦呢有不好的一些表现啊，射击之星是吧？仙人指路。比如说这个长上影线啊，什么墓碑线啊、吊顶线啊，在这种位置出现的话啊，就要小心了啊，很多时候就要准备这个止盈的。所以当前还是保持这个节奏啊，就是突破这个黄色飘带啊，跌破也算啊，但跌破的时候一般来讲要紫色飘带。突破的话看2根啊，一旦衰竭就要小心止盈啊。突破的话看2根啊，一旦衰竭要小心止盈啊。如果突破之后2根之后还能加速啊，那其实就很容易是转势了啊。所以当下就是突破2根就是压力啊，所以还不是很好。啊，看一下这次的蓝 K 能不能反包，能够反包就有买点，反包有买点，那么往上再看啊，是否能够突破2根之后再走加速啊，那个时候才有机会脱离这种震荡，否则这个一旦有这个龙门线守不住的时候就比较麻烦。龙门线目前是在 95.534 啊作为一个支撑。下一只个股我们来看到谷歌，谷歌呢当前就还是一个蓝色 K 线，它其实也接近龙门线，所以它的位置还可以啊，不能算很差啊，所以阿珍呢把它的红色块给取消了。当前这里就等待反包，等待反包，我们说蓝 K 反包就看低点形成啊，哪怕是这些地方是吧，蓝 K 反包，当然这里没有很成功反包，这蓝 K 消失啊，低点反弹，蓝 K 消失反弹，所以如果蓝 K 后它反弹一下很快破低点，如果哪怕是一个紫色飘带也要做止损啊，所以止损设置一般就是蓝 K 低点啊，价格走势发现蓝 K 低点被破，一般就说明市场的下跌的力度会比晚强要强，而如果是黄色飘带下的蓝 K 呢，一般来讲就说明它是一个反弹概率比较大，碰到飘带啊，一旦转黄 K 啊就要小心了。啊，所以大家如果还没有安装鲨鱼趋势图的，都记得右上角点击我们的这个朱耀老师的弹窗小卡片啊，然后就可以去安装这个指标了。看到蓝 K 的时候，就意味着这个地方容易有反弹，当然前提最好是等个消失，消失之后容易有反弹。而当前的价格下方有一个龙门线 324.54 啊作为支撑，如果能触及龙门线，而后再蓝 K 消失，效果会更好啊，有可能引发的是我们刚刚所讲到的就。之前我们其实在这种地方就提到过，就一个市场啊，如果它的龙门线是向上持续的啊，那么它往下靠近龙门线时，在这附近所产生的买入机会，它往往容易是一个大周期的底部啊或共振的一个买点。这个买点它再差，它哪怕只是一个中期反弹，它其实也还不错啊。当时这个地方买入之后啊，是一个大行情。当然这种拿不拿得住就是另外一说啊，但是我们要说这个地方啊，往往是一个不错的区间。所以当前这里啊依旧靠近了啊，所以依旧要注意啊，它还是个不错的一个区间，它是一个紫色飘带的周线，而后日线呢是一个龙门线啊，所以在这附近关注一些买点的产生。当然现在还没有啊，它是蓝 K。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微软，微软的话，它的趋势就是龙门线向下啊，然后呢出现了一个破底行情，所以它维持一个下跌趋势啊，至少这一波走势的下跌趋势是没有变的啊。市场依旧是左侧破了一个左低，并且实体破啊，破完之后第二天站上，而且是强势阳线回补缺口，所以这个地方有可能只是一个虚破啊，假的跌破。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其实这个地方可以做买点，就这里其实可以作为买点，就白色 K 线它是比蓝 K 呢更高一个层次的超跌了，蓝 K 说明是短线超跌，白 K 说明是中线左右啊大波段的一个超跌。所以这个地方啊，蓝 K 有时候超跌不能止跌，那它一般会进入到白 K， 而大的一个熊市当中，白 K 往往会在反弹的底部出现，所以每次出现白 K 时呢，要注意容易出现更大的一个反弹的级别啊。所以目前第一次蓝 K 没能止跌，跌破之后就进入到白 K， 白 K 出现反包突破，而且力度不错，还是破底之后的快速反向。那么这里其实微软是可以作为一个买点啊，当然这个买点我们很明确啊，就还是逆势的，因为它是一个大周期向下，然后小周期也是黄飘带。那逆势的空间呢，一般第一个就看飘带的上下沿。当然，一般白 K 反包的话，很容易突破它的下沿。那下沿的目标385.577啊，它的上沿是409.74。
我们来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MSTR，MSTR 它是不是也是白 K？白 K 产生之后，然后你会看到它的趋势是不是还是龙门线向下？所以你做股票啊，阿哲是有些时候，我们有些同学股票，阿哲是顺势一直看嘛，有些股票确实是不太好去讲它什么买啊卖的问题，因为趋势就是摆在这里，你买的话，你的胜率其实也是不高的。但是如果你就是之前买了这些股票，那现在没有办法了，那阿哲的建议就是，要么考虑逐渐的去换仓位啊，去找趋势好的股票。是吧？要么就是你要做好这种高抛低吸，可能稍微降一点成本。像 MSTR 这种你要是买到这种股票并且持续长时间持有，那没有办法，龙门线其实很久之前就已经被跌破，是吧？跌破之后反抽压力一路向下，这种是大周期下跌，就是你要知道你做的是逆势，所以每次你知道你是做逆势的话，你就不会有那么大的预期每个地方都想要走一个大反转，就不太现实所以当下也是一样的，就是出现这种白色 K 线。那么就说明它超跌了超跌是能够有反弹，但是很多次的白 K 超跌，它的反弹的大空间的概率是不高的，持续下跌，持续有很多次的蓝 K 白 K 才有那么一次白 K 突然之间爆发，而这种大的反弹之后再来一次的概率其实就比较小，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不管有没有买点都最多就看逆势，何况它没有买点，它还是白色 K 线飘带的压力是在 111.51。接下来我们来看到 Circle 是不是也是黄色飘带龙门线向下之前本来趋势还行现在呢一波下跌直接把趋势又带坏了，所以日线它目前是龙门线向下，然后它的飘带也向下所以日线的趋势已经不好做了，它的趋势下跌，这种结构下要去转势，它需要一个再次强势的上涨，把左边这个囤积的区间去突破。目前这一波跌破之后要快速突破这个区间，而后反抽我们才能够去做这种逆势下的左侧否则这种左侧去做呢胜率就会低一点，所以哪怕这里是反包阳线其实也可以不着急，是吧？最好它能够把之前这个区间破而后立站回来，这种结构其实就会漂亮一些有机会才能带动止跌的形态，而当前它是一个顺势下跌哪怕反弹它也容易遇到这种，如果它依旧是空方的一个领地就容易反抽继续向下，就比较危险而后它的一个缺口，这个缺口是可以关注的，是个重要的支撑点，因为它是之前跌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快速反向出来的所以这个缺口地方应该会有人抄底甚至是一些比较不错的资金去进场，所以这个缺口附近一碰到就出现止跌了所以这附近可以关注一下能不能产生我们刚刚所讲的那种上破而后回踩转势的一个行为，如果有的话后续还是可以关注的因为它的周线其实也是一个紫色飘带，只是开始跌破了所以还是可以关注，但是日线买点要等一下。我们再看到里来我们上期才刚讲那么开始就拉出一根大阳线了，就是趋势强者恒强，短波段走强势呢，它有机会一起延续我们就很难去说它什么时候会结束，黄飘带也是一样的所以一旦股票转为紫飘带，我们就其实会好做一些，至少你会知道价格紫飘带附近它可能是一个短波段比较不错的一个空间，如果结合蓝色 K 线呢，那就更好了，蓝 K 说明它超跌了，那短波段向上的时候走出短波段的超跌，那其实就容易是短波段回调的一个低点所以蓝 K 运线消失，反包突破当然这个阳线不强势是10日星，就有可能如果你买点要求很严格的话，你可能买不到很及时的这一个买入的地方，因为突破之后可能再等一等可能你就错过了所以有时候买点严格也会错过行情，这个要看个人抉择。所以这个阳线是理论上可以买得到但如果你买点严格，可能要去追了。飘带回踩时蓝 K 而后出现价格的上涨。那当前我们在看到它的周线上周线呢其实还是黄色 K 线但是它因为最后一个交易日突然之间的暴涨，所以把之前的蓝 K 把之前的黄 K 高点给突破了，黄 K 高点被跌破之后，它的高点作为压力所以跌破之后高点作为压力，如果跌破之后还能快速反破，那么说明这个风险解除，所以当前的里来可以依旧呢看飘带的趋势上涨，它的高点在突破之后其实是经历了上涨回踩然后再启动所以继续呢可以看短波段的一个上行。我们接下来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AMD 的话是不是也是属于紫色飘带持续的上行，但它这种上涨过程当中它之前这里也有蓝 K 是吧，也有一个新高但目前其实就不太好了，因为它这个缺口最近出现之后开始仿包不能够站上，所以它的力度呢比美光比 SNDK
啊，是不是那种补完缺口保持实体过的啊，要弱一些，然后要小心它的飘带跌破。这个地方如果创出新高之后不能够站稳而后反而破飘带，它的趋势也容易转为黄飘带啊，所以这个支撑先看一下 500.982 啊，这里作为一个支撑位。周线上呢就还是偏高的乖离啊，目前上周又是一个冲高回落，而后前期的高点没破啊，所以会相对弱一点，要小心是一个高位的形成。接下来来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INTC 啊 ，INTC 它也是个黄 K 破位，日线出现黄 K 破位之后，我们就说高点要形成一个压力，而后这个地方是不是还有一个，这是关头阴线嘛，就类似关头阴线，但是它不标准，因为开盘和最高不完全相等啊，但也差不多是开盘就开始下跌了，所以当前这里我们最好把这里形成一个压力去看啊，价格上涨它是由黄转为一个紫色，回踩一下。再去启动，目前再次往下，依旧看飘带的回踩。这里如果能够出现10日线反包阳线，就有机会要往上去冲一下这个压力啊，冲破就继续看涨，不行的话就跟 AMD 一样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压力附近的滞涨啊，就要小心。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支撑 124.584 啊，这附近一旦有反包阳线，可以博弈它的新高的成功啊，当然我们也可以新高周去看啊，但如果这个地方能够有反包阳的话，其实还是可以看一下的，毕竟是紫色飘带。下一只个股，我们来看到 APP 它其实也是一个短线看涨的状态，因为它有一个跳空缺口，而后长线影线继续反包，3天之内走出了日内的反转结构，日线上也是一个强势底分型，所以可以往上看一个强力的止跌反冲。当然它因为是黄飘带龙门线下，所以日线依旧是反弹的预期。先看龙门线526.606作为一个比较大预期的反弹所以这个地方算是压力下的一个反弹，同时它也是之前这个震荡区间的一个回踩。那么周线上的话，它其实已经转为了一个紫色飘带所以周线是一个强势上涨后的回踩，这个地方如果能够止跌这个紫色飘带能够撑得住还是有机会出现一个日线的大的低点。当然这个趋势呢，我们需要去不断的跟踪。下面我们来看到 SOXL。它其实现在也有点走弱因为之前的上涨动能是比较强的，目前开始走的有点很短了所以我们说上涨行情关注红柱的低点支撑出现之后最好能够快速反包。那么像本周五呢，它也是一个破飘带，但是我们说破飘带它有可能是砸盘，所以破飘带出现红柱，那么这里呢应该支撑，下周如果破那就不对了破的话就不好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关注下周，如果它还是强劲的话，应该在下周出现反弹反包继续看涨如果这个地方继续往下收阴破，那么就要小心它要转为黄飘带了。我们来看到下只个股是 Meta 就是龙门线向下，而后飘带依旧是黄色稳定向下所以这个红色块呢阿哲就不去掉先。它的蓝 K 出现之后，其实也出现了3次的反弹，那现在这一个消失了，但是没有反包但我们也可以认为它是蓝 K 消失，所以依旧可以看看反弹，但是也就反弹，所以短线可以看机会，但是中短波来说逆势为主，中线以上的更是空方强劲而后目前是补了缺口或者一个有多方介入但是力度要看下周目前也没有反包这个蓝 K 所以买点其实不算特别明确然后飘带下沿是 573.26。 下只个股依旧是我们的绿色块的关注点。绿色块的股票不代表就直接可以是买点，因为我们要关注它是否有买入信号。目前的 RQB 呢，它还不错的就是它来到龙门线，然后出现了蓝色 K 线，像这个形态，我们周线上肯定是紫色飘带的，所以 RQB 的特征它已经很长时间维持了，就在飘带附近的周线蓝 K 是吧？飘带附近周线蓝 K 其实它都是一个很好的大周期启动的一个低位，而同时它也是日线的龙门线附近。当然这一次呢它是没有蓝 K， 所以比之前2次呢还差一些，也有可能还没有跌到位但是它的日线空间是到了龙门线附近，所以每次 RQB 到日线的龙门线附近都可以关注一下。就是周线虽然还有所不足，但是日线我们可以去博弈超跌反弹这一波下跌后如果超跌反弹，其实空间还是有的所以当前是一个下跌后蓝 K 消失如果是更加求稳一点的，可以等反包如果你是偏左侧，这里其实直接就是买入，而后设置一个低位防守，龙门线下的反走当然那个会比较激进一点我们看一下飘带下沿是 101.479
龙门线支撑是在 78.261。下一只个股来看到台积电，台积电的一个走势是不是也是紫色飘带？但它的趋势较弱因为它是一个相对窄的紫色飘带。但我们依旧可以看到红柱出现时这个地方它一般来讲是作为趋势的防守线容易是一个回调的极限位，当然只限于短波回调，超过短波回调它可能就要转为黄色飘带，那种回调是顶不住的所以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是一个回调低点？好，目前又来了，所以这个地方短波段应该在这里调整结束，那么应该启动仿包继续上涨，至少补个缺口如果这里还往下跌一根阴线，那它其实就说明有点超过短波段的回调区间到时候有可能要转为黄色飘带所以这个红柱一出现先是一个关注点，不能跌破跌破的话进一步看弱。下一只个股我们来看到 PLTR。PLTR 跟 Meta 类似，也是黄色飘带以及龙线向下但是比 Meta 更弱，因为它破了左低。这个时候周线一看，你会发现周线出现了一个蓝 K 周线蓝 K 其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日线的一个反弹可能性，换到周线也是周线反弹可能性，但是一个是日线，一个周线级别不一样，所以如果是周线的一个反弹，一般来讲也会存在利润空间。所以当下进入周线的超跌，我们就关注周线超跌何时消失，下周看一下日线反应会不会这个地方出现强势的反弹。正常来讲如果周线的那个止跌要确定的话，它这个日线起码要有一个很不错的向上行为，所以你看一下要不要等等周线确认如果等不及，你说日线我就想去做，特别是 PLTR 关注比较多的，或者说想要去做一个高抛低吸的，其实这个白 K 的地方已经仿包了，它已经算是一种可以去低吸的位置，然后把白 K 低点做防守就行了是吧？之前这个地方其实也是周线的蓝 K， 而后日线出现了白 K， 白 K 突破做好防守就可以了。当然如果这个仿包是这种光头阴线就算了所以这个买点还行你可以设个防守，先博弈一个短期反弹，短期反弹确实有够强，那周线其实也就出现了止跌的确认那时候可以看，但这种就是一个抄底行为而且是下跌趋势，所以风险性是不低的仓位是肯定不能高的。现在个股来看到美光科技美光的话依旧维持紫色飘带，然后周线也是紫色飘带这种个股如果你没有及时在某些好的位置去参与，你要再去追再去买，其实阿直是不太建议的。所以很多时候阿直是不怎么讲美光因为它确实强归强，但是它的这些买点如果没有买到，就是你没有去严格用飘带去做好买入而是去后面去做的话，其实就难度会大很多，一不小心是吧？比如说像上周四有很多人呢，因为一些这个疯魔情绪的一个影响是吧等等的可能之前没买突然之间这个消息利好，可能就买了，一买可能就是最高点了有很多时候会是这样的，就你不买的时候它一直涨，你一买它就是高点，就是能够这么准的所以我们就要找好买点。当你找不到好买点，但是它一直涨的时候，你要么就不要看它了，是吧？很多同学如果你没有持有美光的那你就还不如不看如果手中有美光的，成本还有优势的，你就用这个飘带跟踪就行了。它目前都没有破过飘带所以一个红柱都没有当边一直走到现在其实还行。现在个股来看到亚马逊，亚马逊的话目前是破掉了这个龙门线之前这里是出现了蓝 K 的仿包，当然它的买点不是说特别好因为它是震荡价格目前跌破了，所以这个蓝 K 消失它只是一个反弹，反弹到飘带，没有引发我们所想要的一个中期的止跌力度还是弱，说明这个中期的力还没有调到位当下依旧可以等，因为它的缺口一出现就补掉了，所以这里阿哲认为多方还是有一个强度的，只是止跌买点要等它当前周线也是一个我们所说的首根红柱以及呢蓝色 K 线紫色飘带所以亚马逊的空间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这个止跌力度日线的买点还要等待没有那么好找。当然我们更加求稳的同学，你也可以直接错过第一波的上行因为我们现在在这里买其实就是为了博弈那一波的反转出现当然如果要更加求稳更加安全，其实我们可以等一个它出现，而后再去做紫飘带的一个买点，那个的话其实就更加舒服更加安全，但是就要等一下。而后像 AOI 呢，它其实趋势就是往下再顺行了它自从这个蓝 K 消失反抽这个飘带是压力往下破的时候我们说有地方被击穿了
好，这种地方其实趋势就是开始往下走，那么我们要小心黄色飘带的延续啊，延续到哪呢？其实很难去猜测，但是龙门线上目前它是一次中期回调都还没有，就是它之前这里是回调过龙门线，而后启动的行情，到目前为止是没有调过龙门线，所以它来一波回调龙门线其实也是情有可原，毕竟走了挺长时间了啊，所以周线上它其实就是蓝 K 啊开始跌进来飘带了蓝 K。那么之前的龙门线其实在飘带上就差不多是下沿附近啊 108.429 啊，我们看到它这个里是吧 88.945 啊，差不多是吧这附近的空间，所以当前它就是也算是趋势啊中线以上调整。LITE 其实也是一样的啊，趋势类似，也是黄色飘带，只是它走的是震荡啊，还没有那种特别明显的加速，有所抗拒，但它其实还是突破黄色飘带啊，就往下跌2根，而后它目前是这一次是没有破飘带啊，有引线不断的向下试探啊，所以这个地方看一下啊，能不能有一次是破黄飘带能够站稳的，那个时候再往上去看，否则它这种震着，它有可能会走加速。这种就要小心预防。接下来看到 NBIS 价格趋势是上行，而后关注一下，它是一个守红啊，就红柱出现了，就一个上行趋势。如果是紫色飘带，关注它的红色柱的产生，一旦红色柱产生了，它就有可能是一个回调的相对极限的位置，回调的低点。当然有蓝 K 结合会更好，像这种是吧？红柱一出现又是蓝 K， 效果会更好。有时候出现红色柱，再有蓝 K 可能还会往下破一根，但是快速只要站回啊，都还是不错的一个空间。所以 NBIS 如果还是短线回调，那么这个地方它有可能还要出现啊止跌反包，快速吞掉这个缺口，就可以作为买点啊，否则往下继续破，那就要注意它有可能是要往龙门线去靠。那么以上就是6月27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希望对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